Hello，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下不上，我是珊珊，我是菠萝。那首先在这里先恭喜一下菠萝乔迁新居。感谢，我就是这周三才从 LA 搬到湾区，反正也折腾了半天。正好也是相当于在这个春节的假期。你搬的时候，你那边上氛围怎么样？搬的时候，我其实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就是在我这是周二嘛，对吧？周二刚过完，然后大年初一晚上的飞机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因为刚到一个新地方，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可能就不一定是主要话题吧，就是可以具体聊聊，就是湾区、洛杉矶和美东有什么区别吧。反正我觉得区别还是有的。OK， 对，因为这也正好也是我们这本期话题的一个部分吧，算是。我们这期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感觉在国内生活工作和国外的一些差异嘛。对，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是大三来的美国嘛，然后21岁来的，然后今年我都32岁了，一想10年了，然后不知不觉就是1/3的时间在美国度过，然后2/3在国内度过嘛，然后正好接着就是珊珊她也是去年刚好可能来北美有1年左右，然后想跟她聊一聊，就是因为你的主体就是在国内度过的，对吧？然后你刚来北美这1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啊？然后还有从我的视角，就在北美已经待了10年了，有一点老油子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视角再看北美和国内的不同，有哪些不同？说不定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有趣的讨论，就是这是我们那个聊起这个东西的契机吧。对，我们就开始聊这个，一开始主要是觉得肯定是在生活上啊、体验上啊，肯定大家尤其是对中外之间差异感兴趣的人也都会比较好奇这个点嘛。再一个说，如果我们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之后，确实比如说像你之前回国，肯定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对，所以我们聊这个话题。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可能更主要的差距就是工作上的差距吧。就像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过嘛，我当时主要想着出来，也就是因为在国内第一个工作的那个工作环境之后，觉得说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又是想着那居然反正是要换环境了，就出来远一点，就重新往北美这边走。也有别的同学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为什么当时不留在国内呢？其实我当时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至少在我目前，包括我目前在这边的工作之后的感受，我就会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在日常的工作职场上面跟领导或者跟同事之间的对接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国内是在做电气相关的工作嘛，本身也是属于一个 on call 的，就是随时可能有紧急事件要有事儿会找我的那种工作嘛。所以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说，就想换一个不是那种随叫随到的工作，这样子会轻松一点。第二个的话是我后来在换工作之前，我自己做那种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在国内那个环境下，绝大部分情况，尤其是像你在一线城市里面，就其实哪怕你不是做这种 on call 的工作，但是日常大家的交流啊、工作习惯，还是都会习惯于说给你发个，包括说微信，那么说哪怕给你发个微信，是需要你及时回复的。OK， 对，我这边突然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听杨天真他的一个博客吧，但是杨天真不以前就是他是做经纪人的，对吧？明星经纪人，然后他现在已经不做经纪人了嘛。当时问他说为什么不做了？你那么火，对吧？你带过什么范冰冰啊，什么张艺兴啥的，为啥从那个上面就开始不做了？他说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他有一天终于就是放假，想去爬山，然后心情很好，然后爬到半山腰还是怎么，突然有个同事奔上来就说有个急事要让他赶快下山去 handle 一个东西吧，然后他那一瞬间就觉得他就是为啥而活，可能就像你说的这种随时要 on call， 随时都可能就你的生活不是为了你自己赚，你是围着别人转的那种感觉了，是吧？对，而且我当时最影响我的一个点，不是说我自己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比如当时我们
在医院电站出了事儿嘛，出了事之后就有人找，然后我发现我的领导，我领导的领导，他们都会被需要，就是说马上赶到现场来，会有个什么事情来处理。然后我当时就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只是我当时处在的那个职位，我需要 uncle，那倒还罢了。但问题是说，如果我工作5年10年后，我当上了领导，甚至到我领导那个职位了，我还是需要出现任何事情都需要我自己到现场去应付去处理。我就发现我可能应付不来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做不到，所以对这个事情就不是对错的问题嘛。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环境。I see。不过我这一点倒是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感觉这一点应该北美和中国都差不多，就是你反而你越往上走，就是你越往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嘛，对吧？对，就假如说你负责是这么一个大项目，那这个事儿董事长说，我这个事儿主要是如果新闻上比如说发现你这里就是有问题，对吧？那他不管你干嘛，他首先要问你啊，对吧？他首先就是问的是你就是你这个第一负责人，确实是不管怎么样你就得先站起来。就我举一个北美的例子，就是可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吧，就是亚马逊这边有个云服务 AWS， 当时宕机了一段时间，就宕机了可能1-2天吧。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所有很多北美的一些软件，像多邻国呀，像什么银行那些就是 APP 啊，全部都 down 了。就你那个时候你看不了股票，然后但你也学不了英语啊。那你说这个时候底层员工要加班，肯定是就要查 bug 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觉得 AWS 的 VP 他睡得着吗？他睡不着啊，就是因为那肯定 CEO Andy 就跑过来跟你说，哎，这个你 AWS 什么情况？就肯定会对着那个 AWS 那个人说，这 VP 说你怎么回事？这你赶快去查一查。对吧？你就是估计肯定是就是肩上担子越大的，反而我感觉可能两边都有一点接近吧，可能。就虽然这句话有点戏谑啊，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对吧？确实。对，但是我倒是觉得这另外一个层面上也确实也能反映一点，就是中美在这一方面确实还挺相似的。对，就不仅仅是中美吧，就所有就像你说的，只要是职责大了的，或者是那种特别紧急，或者是需要及时响应的部门，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子的时候。是的。对，当时我在国内的整个环境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比较压抑的点是在于，有很多事情事实上不是那么需要紧急的，但是大家都会去把它装着特别紧急。就比如说你明明手上有一个事情，时不时就会来一个人跟你说，我这有个更急的事情，你先把它做了。就谁来都会说这些话，但是尤其是领导跟你说，那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就会互相打架互相冲突。我感觉就是这种你不能说是 fake 吧，但是就是大家每一个不同职位的人，他心中理解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可能也跟因为那是我当时的第一份工作，我不太会处理职场，不太会处理自己会安排事情，也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是整体上来说，我到这边来之后，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回美国嘛，我往加拿大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至少这边相对来讲它更悠闲一点。哦，是这个意思。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因为你那个算是有点半体制内的那个工作，对吧？你之前的那个工作。对，我好奇的一点是，就国内的这种升职体系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突然让我想到，如果放到北美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假如说，很多人想找你干活，对吧？比如说好几个人都要找你干活，那你在北美的话，你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对你直属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就是 priority 什么东西的，就是谁紧急谁更重要，这个不重要。那个你的直线老板让你干的那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决定了你的升职，他决定了你就是他怎么去跟上级说你嘛，对吧？所以突然有个另外的其他的一个部门跑过来说，哎，先生你能不能帮我干一下这个东西？那在北美的话，那就会说，哦，你要我干这个东西的话，你得去跟我 manager 说一说，就你要跟我的上级先聊一聊，就是他如果 agree， 他同意我干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就去干。其实说，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在北美的话，你在偏底层一点的话，就是绝对意义上的重要不重要？OK，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给我的感觉啊，包括说我之前看很多这边的商业评论文章和分析文章，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说，其实你真的要我去类比的话，只要是北美这边的人数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大厂，或者比较成熟一点的大厂，本质上跟国内的体制内的工作是没有太大区别。或者说我们可以大概的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2000人的这么一个，不管是公司还是什么机构也好，那只要人数超过这么一个数量级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都差不多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的这个公司或者说体制内超过2000个人之后，当然你是可以只对你的加一负责的，但是你的老板就是他们在同一级之间也有很多争斗啊、资源竞争啊，或者说是合作啊，所以他们之间有时候还是也会有跨部门的沟通啊，或者说是月季汇报啊这样子的事情。你不可能说是完完全全能够没有这些事情需要处理、需要担心的。OK， 也是有一个点可能可以就是相关一点，就是你加一让你干一个活，你的直属加二也让你干一个活，这个时候就比较confusing 对对，而且就是说，其实你的加二和你加一其实是也希望你去完成加二那个活的，对，但是他有时候又会跟你说，但是我这里有个活，对，我觉得更急一点。是这种情况是最难的，我感觉。对对，然后对，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工作上面嘛。但其他更多的，我觉得更多就是生活和其他生活体验上面。那我不知道你对工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或者是怎么样？对，珊珊，就是聊到我这里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大家都说“卷”这个字嘛，这个“卷”这个字我们也听了好多年，然后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国内的人，大家自嘲也会说中国卷啊，中国卷。这你觉得就是这是个真的说法吗？就是说中国卷，如果你觉得卷的话，这个卷的具象化的是指在哪里？就真的有没有他们就是社交媒体上说的那样卷？是这样子的，卷这个字，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就从它最早的本意到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被夸大用了嘛。最早的卷肯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意思嘛。对。但是我们现在只说大家普通使用的意象上面的话，我倒觉得卷的话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更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因为人多了，对吧？就像大家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像之前像老板也经常会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对吧？那之所以会卷，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子的焦虑，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不卷？一方面说每年说新增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公司都在说，每年真正想招的、能招到的合适的人总是招不到。对，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个落差的。就是说可能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卷，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面，都在一个水平线上面，然后能卷的事情就那么几个，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赛道和出路，所以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看着很卷，因为大家没有想好有什么别的方式和套路或者说是策略去突破。OK，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一块。Interesting， 我想想，就是美国这么是什么情况哈？就首先你说的那一点我赞同，就是哪怕现在我觉得最主要就说中国人就国内更卷的原因，其实确实就是人多的原因。因为美国这边不是说没有卷，我这边我的卷的含义就是说你就工作超出了你该工作的时间，就是说你该休息的时候你还工作，这其实在美国也是有的，没有想象。美国在西方国家里应该算是最卷的国家，就是跟其他西方国家比的话。对，然后那美国卷是因为什么？比如说国内是因为我不干有人会干把我替代掉了。那美国是什么？美国这部分原因你说有吗？肯定也是有一点，对吧？因为现在都说工作也越来越难找了，对吧？包括美国人自己还要跟像中国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墨西哥人竞争，所以这就是川普为什么会上的原因嘛。然后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卷是就是人类他
天生就是想要影响力的。就是说有的人他并不是很甘于就是说我做一个工作，我就是给我一个薪水，然后我就开开心心的躺就好了。当然这也没错，甚至是大家都很喜欢，对吧？但是美国我觉得很多人他可以用野心这个词吧，就是 in the good way， 就是从一个好的角度说，野心这个词就是说他不趋于就是待在这个地方，绝大多数卷是因为他们想升职，想更快的钱反而可能还是次要的原因，他们想去接触更大的平台，然后想去做更有影响力的产品。然后这也衔接了说，为什么你刚才有一点提到很有意思，就是说都说国内卷，但实际上国内要招最优秀的那一类人才，为什么老师还是说缺少，对吧？你刚才说到这个，对，就为什么老说最优秀的那个人才还是招不到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第一点肯定是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二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人才不完全是天生的，很多时候是在平台上锻炼出来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是优秀的人，但是如果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容易成长的那个平台上的话，那你就会冲上去。那没有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人，他就接受不了这个。虽然比如说拿 OpenAI 举例吧，就说大家都没去 OpenAI 的时候，都是一个80分，对吧？对。然后你在10个人里面，其实大家都一样，但你去了 OpenAI， 你没去之前，你跟大家都是一样，但你去了，在那个平台上，它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平台，你去那里磨练1-2年，对吧？那1年后、2年后，你跟剩下之前那个9人就完全不一样，就非常非常非常天差地别的不一样了，可能就是放在曾经的那个，尤其是22年前后的那段时间，对吧？回到野心那个词，就是大家为了想去这样的平台，那就只能卷了。就是美国人可能是为了影响力和去更好更大的平台去卷的这个情况会多一点。当然我觉得国内也有，国内肯定也有这样的人，只是国内去做到这样的就是百分比更少。就国内你想做到去 OpenAI 这样的公司的话，你可能在国内首先你要卷赢高考，对吧？你要卷赢高考，成为那几个最好的学校之一，然后你又要卷赢国内搞科研的那几个实验室什么，然后你又要开始找工作，要找那几个大厂里，就是你卷的，你就卷太多东西了。就是说你要成为1/1000中的1/1000，但在美国你不需要成为那么凤毛麟角的人。对，我觉得国内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高考之前，大家会非常重视这个竞争，但是绝大部分人一旦过了高考这个坎之后，就放下来了，把这个事情完全就放下来了。所以真正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反而中间有一个断代，有个落差之后，反而到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对，你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感觉中国人就是过早用力了，有可能。对，就是大家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先说结论，就并不是说大家就作为国人，大家用力过猛，后面就会一蹶不振，不是这样，你后面还是有可能起来的。但是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你前18年也没啥自由，就除了学习，对吧？然后好像你干别的也不行，你也没钱嘛，你也不能干别的。所以说你的人生说是你的人生，也不能完全叫你的人生，就是过得很累。然后到了工作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之后，真的会有点迷失。你不会想着说我要去更大的影响力或者啥的，你会首先会迷茫一段时间，我感觉。对，我认同你的这个点，就是不是说后面一定不会起来，但是更多的就像你说的，说我们太早的开始，比如说跑步的话，我们太早的开始进入这个赛道。就是马拉松一开始我们就在发力，就在起步，然后结果跑到半程的时候就实在跑不动了，就会想着休息，想去偷个懒之类的。是的是的，反而美国这边，当然我不是说谁好谁坏的意思，就美国其实他们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真的是轻松很多很多。虽然你经常听说什么精英教育，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精英教育还是比我们要舒服很多。他们虽然也是卷吧，但是他们很花式，你知道吧？就国内的就是一天24小时就在这做题嘛，对吧？美国的卷其实你起到了分散注意力的作用，就有时候你要上课，有时候你要搞学习，有的时候你要搞运动，有的时候你还搞下音乐。虽然好像确实是好像也挺忙的，但其实你不知不觉之中，你身体的各个零件，对吧？各个这种感官系统都运用到了，体感上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没有那么苦吧，我只能说。我觉得你说没有那么苦倒是可能，但是你如果说没有那么累，或者说是不卷，我觉得这个可能
就是至少说对于他们真的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学生来说，他其实同样可能还是会觉得很累的。对，就是至少说对于学生来讲，北美这边的高中生不一定会真的比国内的高中生要轻松，因为他就像你说的，他有很多的时间要去做课外的活动啊，要去做体育啊，做这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说只是 focus 在学业上面。对，这也是一点，就是对，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从教育这边再多说一点点，就是可能美国这边在教育上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因为很早有比较大块的时间可以想自己做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18岁的时候在填志愿，其实脑子就我觉得90%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吧？对，就是你18岁以前，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想你真的想干嘛，因为没时间给你想。然后你能够想到的那些都是标准答案，对吧？当科学家呀，什么当医生呀，当律师呀，那种标准答案嘛。但其实这真的是你想的吗？你都没去试过，你是只是因为别人觉得这些工作赚钱，受尊重，你才喜欢，对吧？对。但美国这边的小孩，我感觉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因为玩其实会无聊的，就玩有时候你玩多了，你是真觉得我干嘛呀？我在这种生下来了，然后我天天有时候美国的绝大多数脑子也不好使，对吧？假如说你稍微脑子好使一点，你上美国高中，你觉得看身边那些傻叉就是像动物一样，你就会觉得我跟他们是一类人吗？不是一类人啊！但是我现在在干嘛呢？我感觉好像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以后到底是想怎么被认可？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比我们更早的一些就会知道，就会有存在危机，或者说就是会想象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生，将来想干什么。其他人不知道，就我自己是在我博士毕业以后，27岁才开始想这个问题。对，就才开始具体想这个问题的。然后，但是我觉得美国小孩很多人在20岁前后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会导致他们说，他们一旦想好了以后，他们会在20岁到30岁这个时候发力。对对，就我们是在10几岁发力嘛，对吧？他们在20岁、30岁的时候发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那种，就像我说的那个野心，就之前说的那个野心那个词 ，ambition， 他们 ambitions 会在那个时候是爆发，所以说我感觉他们的后劲会足一点。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后面没油了，就是我们会冲一段时间，我们会迷茫一下，然后我们也会很多人也会选择再冲的，只是说就可能是一个就是前后问题吧，可能。对，这是一个前后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点确实是对的，就是相对来讲，美国的学生可能比中国的学生更早的意识到和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反过头来，大家都是学生，就是只要在你没有真正的工作之前，你的那些想其实都是只是一个想法。对，哪怕是美国这样的环境下面，现在也有一个统计嘛，就首先他们在本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读了2-3年换专业，首先这个本身就很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从事自己的第一专业的比例，好像现在的统计也就30%左右。对，这个我赞成。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 more than ideas， 就是不只是想而已。我觉得我相信你听说过 gap year 和容错率这个事情，就是有时候你经常在国内你大家会老是说容错率，对吧？比如说谁谁谁干这个东西肯定是因为他家有钱，因为他容错率高，对吧？然后我们都没有容错率，所以我们只能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一点确实从大环境角度是对的。就是美国人我觉得不是很在乎容错率，或者换句意义说，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很大的。对对，我觉得这点是对的。对，我觉得美国人就是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就是社会没有给他们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们也就会觉得 OK， 我有一个比如说20岁，就像你说脑子也没有长全，他就说我想干一个啥，他不会只是想他就真的会去 OK fuck it， 我辍学，对吧？我去玩一下，我去搞一搞，搞不回来大不了再回来嘛。然后失败了也就失败了，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就是首先有这样的大环境支持他们这么做，其实他们也觉得这样做没啥，所以他们这些失败的经历都很宝贵。对，然后也
所以他们也不只是想嘛，他们是真的会去试一下，哪怕最后一事无成也好吧，但是其实也是 OK 的，我觉得。对，就是我首先打个补丁，我首先要说一句，刚刚菠萝说的脑子没长全是 literally 的没长全，因为现在的医学上面有个统计，就是说人在22岁之前，人的大脑前额叶都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发育完全的。这个并不是说一个比喻的说法。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之前为什么说我们国内的会有这样子的心态，说那么惧怕，说是会觉得没有这种容错率？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最近的，就至少说中国这20-30年发展太快了。那在过去的往前倒，不说20-30年，可能就往前倒10几年。那个时候大家的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或者说生活节律，它就是确实是只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的。所以说你偏离了一点就会影响，尤其是说如果你在体制内的话，哪怕你经常就会像老一辈人都会有那种说法，说你可能哪怕你的生日就晚2-3个月，可能就会影响你未来的一系列的升职啊、工作啊、职位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有影响。这确实就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很固化，所以就没有什么容错率。但是慢慢的随着现在社会发展啦，包括整个文化经济虽然看起来我们现在下行，但实际上整体经济是比之前好嘛。那在这种环境下面，其实你的容错率确实就是更高的。是的，我赞成。对，然后聊到教育，然后说回一点，刚才说一些国内的就是工作情况嘛，我稍微简单讲一讲，也补充一下美国这边的情况。这也是我当时想在美国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吧。就是我觉得美国这边，可能你刚才也有提到过，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他朝九晚五，就真的是朝九晚五。具体就是9点以前你不会收到任何工作信息，下午5点以后你不会收到任何信息，周末也完全不会有人找你。然后如果你请病假或者请假，就是请那种公司的假，是绝对不会有人找你的，哪怕你现在负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就缺你不行的这种项目的这个时候，你如果申请了假期，都不会有人找你的这种情况。就我觉得美国这一点可能，但不是说谁好谁坏，我觉得可能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朝九晚五的这套工作体系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嘛，对吧？这是西方国家设计的，他们已经在这套体系里游走了很久了，所以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开始要卷啊，然后要拼啊，到现在就是他们完全成为就是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群体，打工人有打工人的工会，就打工人是一个群体，就大家要保护自己作为工人的权利，所以这样子。对，我倒觉得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就他们人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们短时间或者这么说，就短时间内你现在哪怕你缺岗了，短时间内找不到一个那么合适的人来顶替你。但是如果是在那种能够短时间内马上找一个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环境的话，你可能真正的确实马上就会被顶掉了。对。就包括说国内的说为什么说很多女性，这是特别是之前说如果产假之后会回不来，就是因为你长时间没有从事这个工作，那有一个可以替代你的人从事了这份事情，那时间长了你又不回来，那自然就被顶替掉，对吧？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题事情。对，他可能就是对打工人的保护吧，这个需要慢慢来，就是说只能是他们比我们就发展的稍微早一些年嘛，所以这样也正常，我感觉。而且我觉得像国内现在人口下行，说不定过个5年10年对也会往这个方面去走。也说不准，真的。而且再补充一点，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假如说你负责一个绝对重要的项目，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请假不会人，当然确实不会有人找你，但是大多数情况，如果你真的在一个特别紧急的时候，你也是不能请假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如说这个产品马上要就是发布了，对吧？这个时候比如说后天发布，你明天就不能请假，很多时候就 by default， 就是虽然你可以请，但是大家也会说这个时候你虽然在美国你也是不能请的，你可以选择王过之外这段时间请。当然我们也不是没碰到过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以前碰到过一个职场奇葩，就是比如说周五产品要发布了，他是一个就是 tech lead， 就是那种叫什么技术总监这种类似的，对吧？
技术总监这样的角色，他周五要是发布，他周四周三请2天假。这种，然后大家找他找不到人，你知道吧？首先一开始是问他要东西要不着，然后突然马上要 launch 了，然后周三周四找不到他人，然后他下周一回来了，然后反正他也不问你是怎么就是发表的，就怎么发布的产品，他也不问，他就跟没事人一样说哦发布了 nice 不要当这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当然现在这个人已经被开除了。对啊，这种的话，要不然就是确实背景足够硬，要不然就是没有想明白的。对，因为权利和责任这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就像最近包括 AI 领域有人聊这个话题嘛，说短期内 AI 不可能把人，尤其是领导不可能替代。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别人问为什么，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说因为现在 AI 还不能够帮人背锅。对，是的。当领导就是要背锅的，你能拿到那个权利是因为你需要付出一定的风险的。其实就跟这方面跟投资有一点像吧，就是你要超额收益一定是要付出超额风险的吧，对吧？对，这个正常。就是 AI 我一直强调，我感觉 AI 就是辅助作用，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信息在足够短的时间里，但是最后做最关键的那一步还是需要人来做，因为只有人才能承担做完这一步以后的结果， AI 不会承担结果的，对吧？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一方面可能是属于就我们说中外的差异的话，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的话题，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处在工作和生活的交界点上面的，就是关于你日常在工作和生活中跟同事或者跟身边朋友的那种初次交流对话的边界感，这一点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初次交流的边界感，对，我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像我们在国外的话，大家初次交流，不管是哪个国家，首先初次交流肯定都会问你从哪来啊，叫什么呀，喜欢什么呀，这之类的话题。但是另外一点，大家在这边问完这些基础话题之后，更喜欢会问的是你喜欢干什么，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有什么想法、什么看法这之类的，就是更偏主观性的东西。他问的是更加不是那么像调查背景一样的东西。但是在国内的那个环境下面，大家由于过去的那种熟人社会的延续，通常都会问你做什么工作啊，赚多少钱啊，找朋友没有啊，这之类的话题。我不知道这方面你是怎么感受的？这方面我觉得你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which is true， 就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吧。就是国外就像你说的，他跟你有一层隔阂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一开始人和人之间，当然他也是尊重你，但也是跟你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哪怕跟你偏熟了以后，尤其是当然我们经历的是大家就是不是同一个人种，你跟他不是说中文，你跟他说英语的这种，就对面是白人或者黑人或者啥的，你们哪怕混熟了，大家那个边界感也是很足的，就不会说像国内那种，我刚跟你当同事，我们下班喝个酒，然后去什么去撸个串啊，或者是怎么的，就是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但可能我没有在国内工作过，我不太清楚他这里怎么定义啊。就我想象的，根据我自己朋友的经验，就是他们跟同事是更容易处成能够出去约饭打球，就喝奶茶什么样的，了解很容易发展成朋友。然后我觉得在美国的职场真的就同事就是同事，OK， 就你们只会在公司见你们很难发展成线下特别好的朋友。OK， 但如果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就另说了，就国人之间可能会更容易一点。我不好说，我可能会保留一点看法，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主要的并不完全是像你说的是人种或者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底层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接受程度这方面的区别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但是别的例子我们也不展开说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说在国内同事更容易处成朋友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因为大家处的环境或者说日常交流的背景，是因为大家工作之外能够娱乐的方式和项目至少在过去是大差不差的。所以比如说大家就算
下班了去打个球或者喝个酒，也都是去的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的原因，所以大家容易处在一块儿。但是国外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这边去卡牌店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两个60-70岁的老头在那玩游戏王或者宝可梦，他们就跟他们的至少在这方面跟他们同龄人不会一起玩东西，钓鱼的该钓鱼的钓鱼，该露营的露营，是因为他们的娱乐方式决定了他们没有在同一个群体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这方面，就是生活上的大家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和方向。对，我感觉可能也真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因为美国它也是个移民国家，对吧？然后里面人种过多，然后导致人和人之间真的不能强行融入。就像你说，在国内可能大家生活环境一样，大家就是唱 K、喝奶茶、撸串等等吧，对吧？在美国就是白人的那些 party 就是无聊透顶，就是大家可以端个杯子，大家的活动你猜是什么？就是聊天，然后不是聊10分钟，不是聊半个小时，是他们聊3个小时。不好意思啊，爆粗口了。就他们可以3个小时内一直端个杯子，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然后尬聊，真的就是尬聊。聊完了以后，这里就是吃个饼干，然后这里又跑回去硬聊，就是没有其他的了。That's it。就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想象比这个更无聊的，就是 gathering 就是娱乐活动嘛。然后可能稍微别的一点的话，那就是去个 party 是啥？不就是也是喝酒，喝完酒这瞎蹦，对吧？然后蹦完了以后出来再聊，然后这就是白人的 party 我感觉。然后黑人我就是还没有怎么接触过，然后墨西哥人的话，我感觉也是那种要听一个那种比较蹦跶的那种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今年那个美国冲浪，就是超级碗。就超级碗那个今年就是上超级碗的那个明星是个西语歌手，就纯西语，一句英文不说，叫 Bad Bunny， 叫坏兔子。就是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知道啊，墨西哥人来了那种。对，而且北美还不一样嘛，就是美国人还特别喜欢这一套嘛，加拿大人好像就还好。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想容忍都不行，你在那不舒服。对，对，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像之前我谈到的，我觉得这就不是说是人种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就像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你说聊天这个例子，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任前女友，她之前到我家里去的时候，那次我不记得是过年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是我们一起回家，然后那一次回家之后出来之后，我感觉她很无聊，我就问她怎么了，他就说看到我们家里人，就包括我在内，我和我父母还有我家的其他几个亲戚在那聊天，他说你们就能硬聊一个上午，连电视机都不打开，他觉得太无聊了，一点事情都找不到事情干。这个也确实吧，你换位思考一下，你去女方家庭，对吧？然后大家聊一上午，确实也有难顶。对，是的，但是我就是说，从这方面你也可以感受出来，就是更多的原因并不是处在说是人种或者说是纯粹的文化这方面的感受，而是说你们有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话题可以在一起讲。好问题，就是我真的不确定他们有没有那么多话讲，但他们真的可以在这端的。就是我举个别的例子吧，就如果这个时候聊不下去了，国内人会干什么？国内哪怕你不能出门，你也可以玩桌游啊，对吧？你也可以打牌，你也可以打麻将呀，对吧？你不用在这逼那么久。就是我觉得美国人没有这样的活动，或者说他们的活动真的匮乏。这个就是说到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补充，如果没补充我就要转到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中美非常大的不同的一点就是密度感。你可以转吧，你先说。对，我用密度感来这么形容，就是说我是说到生活上，对吧？就是你在国内的话，现在在国内你不会觉得，就是你楼下你们每次走下去，便利店就在你的楼下，然后餐馆也在你楼下，然后超市啥你想买啥，走几步路就可以去了。然后呢，你如果今天想干嘛，你可以先走出去再说。你在出去之前，你都不用具体想好你要去干嘛，你可以先去看看，就说哎呀，我今天干嘛呢？不管3721了，我先出门吧，先出门往外走，走到哪算哪，边走边看，看了再说。然后想干啥就干啥，就是说
你单位时间内可以干的事情其实很多的，然后很方便嘛，对吧？在美国是什么？美国一切就是它的密度很低，我觉得它的生活密度是很低的。就是你要干一个什么事情，首先你去便利店不方便，去吃饭也不方便，然后去下馆子、去按摩就是不方便。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去哪，就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洛杉矶嘛，就是30分钟以上的车都算近的。那我额外问你一句啊，就是你之前在去洛杉矶之前，你应该还是波士顿还待了几年，对吧？对，是的。那你在波士顿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也类似，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就不得不提到安全这个事儿了。就首先他们因为安全导致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老 A 的斩杀线，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他说的是有一部分很大程度是对的，在于美国的地方真的是分区的，就区和区之间真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就国内一般最繁华的都在市中心嘛，对吗？然后在美国市中心就是因为比较暖和，有商店啥的，就是流浪汉就比较好在那讨生活，因为可以要到钱，也不会特别冷。所以说美国最好的地方或者最贵的地方是在偏一点的地方，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流浪汉首先就算跑到那里去他也活不下去，对，方圆几里都没有商店，然后也没有睡的，也冷的要死，都是植物，那些地方就是流浪汉是活不了的。所以说那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就是街区，对吧？那你想出去吃饭是不是不方便？就你去吃饭呀、买东西啊，你的生活密度就不自觉的就降低了。所以说虽然波士顿没有洛杉矶那么夸张吧，但是是类似的，就是大家已经养成了一个就不要随便不要就是晚上随便出门的这个习惯，就不可能做到就是我先走出去再看的那一种。纽约有可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部位可能有一些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可能可以。对，纽约，你说到纽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整体上来说，纽约其实不一定比洛杉矶安全多少，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美国这边真的就是说，就像别人在段子里面或者说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就是真的就是你走过这个街区和没过，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你就1分钟或者说你就跨过这条街，两边的治安就会完全不一样。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在洛杉矶特别明显，可能就是旧金山可能也有，但我还没见过。洛杉矶我是见过的，就真的 literally 在市中心，就一边还是那个洛杉矶的那个艺术博物馆，然后那边都很好，然后刚走过一个街区，就两边全是流浪汉的那个帐篷，然后臭臭的啥的，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可以同时在这么近的距离就是搭着。然后当然就是一般很繁华和就真正比较好一点街区和那个差的地方中间会有警车在那守着，这也是肯定。对，我倒觉得这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也算是他们为他们所谓的自由付出的代价吧。就是你像国内为什么会没有，其实也更多的是因为最近这10几年的时间内，很多城中村啊，他们会把他们安置出去了，但是这边的话他们会说为了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些东西就是只要有群众投票说不行，或者说有人说不行，那政府就不能直接作为这些事情，所以才保留了这些所谓的特色文化，是吧 ？OK， 行，因为我刚聊过，我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就是你来美国的这1年。我来加拿大这边的话，我的感受是跟之前在美国之间的区别在于，我觉得加拿大确实就是更多的它是一个更纯粹的移民国家，所以它的很多的文化方面的东西，他们就是属于更容易接受各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内容吧。你说像美国，虽然说它是个文化熔炉或者怎么样，但是给我的更多的感受还是它是有一个主流叙事的，它是有一个主流文化主流叙事的。但是像在加拿大这边，真正意义上就是说没有一个很核心的主流叙事，它不像美国那边说一定有一个黑白的冲突，或者说是白人至上或者怎么样。因为加拿大这边你哪怕是白人本身，他本身就更接近于传统欧洲那种状态，这边也有很多意大利人啊，包括很多传统的爱尔兰人啊，包括各种欧洲不同国家人。
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边更多的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同的拼图拼在一块儿的。包括说这边有几个大城市嘛，像 Richmond 的那种，加拿大这边，他可能中国人反而是绝对多数在那个城市里面。他们说前2年还有立法嘛，就是说有当地的本地加拿大人就抗议，说你需要把所有的牌子上面都写上英文或者法语，不能只写中文，不然他们看不懂。OK， 在我听起来，就是对加拿大这个国家很神奇，它给我一种很中立国的感觉，它比那个瑞士还要瑞士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特别与世无争的国家，在我看来，就像你说，它像是这个欧洲某一个和平小国的放大版的那种，但是它比欧洲国家又更包容。欧洲还是每个国家是有历史，对吧？然后他那个国家住的他那个民族的人，但是加拿大就是属于是个西方文化社会没错，但是它又很包容。你说它不像美国那样，像现在像 Made America Great Again， 加拿大，你说它 great 吧，它也没有 great 过，但它没差过了。就它最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过，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差到哪里去过。所以我在想，你觉得加拿大人有那种所谓的加拿大爱国情绪吗？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在加拿大人身上看到过这一点。我觉得加拿大人就是一个特别陶渊明的那种感觉。你说爱国这块，我倒觉得也有，就是加拿大和美国这2个国家都属于特别喜欢在家里挂国旗的那种，就尤其是本地人，他们是比较喜欢挂国旗的人。这一块我都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就包括说，比如说现在说为什么说宗教啊那些的不那么流行，就一定程度上就跟这个所谓的国家主权国家观念有关系吧。就是大家把爱国情绪一部分程度上就已经替代了传统的宗教热情。对，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OK， 包括说你看奥运会上面，至少给我的感觉上面，在任何的奥运会啊比赛项目啊，包括像之前你看那个 MLB 大联盟的时候，就明明其实它不是一个美加对抗的比赛，但就因为那是唯一一个加拿大国家的一个队伍，它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代替美加比赛的这么一个象征的比赛。就当时真的是加拿大这边很多，我先打断一下，就是我给观众一点就是上下文，就是珊珊说的是去年就是美国棒球大联盟的决赛是美国洛杉矶和加拿大多伦多蓝鸟队的比赛，对吧？说的是这个。然后你约等于如果你对 NBA 更熟的话，那就约等于是活人队打多伦多猛龙队的这一种感觉。然后对，给点 context， 可能大家的观众不一定对这个大联盟的那些球队那么熟悉。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像这种比赛的话，那我们之前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有很多这边的同学或者朋友，他们之前可能10几年从来没有看过棒球，就因为有这2场比赛，他们第一次去看球赛，或者说支持加拿大队。所以你说爱国情绪这块，我觉得北美这边就其实不仅是美国，加拿大也会有。而且我的感觉是，越是这种没有传统历史背景的包袱的国家，他们越会在乎国家观念一点。I see。 对，是，就是有类似的例子，就是19年是多伦多猛龙队拿了总冠军嘛，然后那个时候确实也跟这个情况很相似，而且那个时候还赢了，猛龙队还赢了。那个时候因为 Drake 那个一个说唱歌手，然后他当时也是以前他跟库里关系很好，当时总决赛是猛龙队和勇士队2个人互相打。之前 Drake 每次去看库里的比赛都是你哥们好啥的，然后但是总决赛的时候就很凶，看着他就恨不得就跟他干的那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确实像你说的，他们可能平时不会觉得，可能有时候可能要到关键时候，大家的那个情绪才会团结的情绪才会起来。对对，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是美加之间，包括说美国内部之间，我会那么觉得不是说是
文化本身的差异呢？就是因为我从这些点上面，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在这个圈子里面。类比一下的话，就说我们自己作为华人，或者说作为东亚人，那像我们自己之间知道，你中日韩之间它是有差距，并且也有矛盾，并且之间经常争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欧美人来看，我们都长着一副面孔，他会觉得你们有什么区别？没有。那同样的，我们站在东亚人的视角去看欧美，他们很多文化或者说是观念上的差距的时候，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内部，我们看不到这之间的差距。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他们之间也不存在差距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在看这个事情。对，我赞成一部分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我们肯定每个国家肯定之间都不同，对吧？但是他们西方国家之间肯定还是要更接近一点。就是虽然他们比如说欧洲人、加拿大人吐槽美国，但他们吐槽归吐槽，真的要站队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你们亚洲国家离我们更远一点，你们跟我们的一些 traditions 什么东西会真的更差一点，这个确实是肯定的。除了这个一点的话，美国可能还有一点我想稍微聊一聊，就是我对美国阶级感的一种感受。这一点是最早我对象提出来的，他平时喜欢去买一些衣服呀、首饰、化妆品，对吧？他有一次跟我说，就美国他会给你一种特别强烈的阶级感，就无论你在干啥，他都会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超市，美国的超市它给你分层是分得特别清楚的，就比如说有那种美国的平价超市啊，对吧？然后再往上一点就是沃尔玛，然后再是 Costco， 然后山姆这种会员制的超市，再后面就是一些就是有机的超市，像 Whole Foods 这种超市。每个超市就感觉会像分级一样，表面上看只是价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走进去的话，就整个空间的状态就都很不一样。然后便宜一点的超市的话，你进去味道就感觉臭臭的，然后灯光也很冷，卫生条件也很一般，有的时候那个购物车经常都是推起来都很晃悠，那个轮子可能都有点坏了，然后脏脏的。有时候经常因为旁边可能有流浪汉嘛，他有时候流浪汉就喜欢把你超市的那个推车就推走，放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衣服呀啥的。所以说到了晚上那种折扣超市旁边是不太安全的。再往上的话，像 Costco 啊、山姆，你就会明显觉得会好很多，它就周边就是比较空旷嘛，然后秩序也会好，停车场也干净的多。然后再到 Whole Foods， 那基本上就看不到什么流浪汉了，至少我个人的经验是看不到。它会在一个比较好的街区里，环境也很清洁，然后顾客基本上都，因为你买有机嘛，都会愿意多花点钱去买些好的食物，所以基本上都是偏中上一点的阶层的一些顾客。就是这只是超市的例子，对吧？然后再说别的，如果你说住哪个街区啊，你开什么车呀，你去哪个餐厅呀，你在哪里买衣服啊，就是几乎你可以想象的一切的消费场景，它都会用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告诉你，就是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就是美国不同阶层住的地方，而且是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就比如说你在贫民区，你是看不到，几乎看不到 Whole Foods 这种有机超市的。当然旁边也不会有什么高尔夫球场，对吧？然后你贫民区周围超市也不会有私立的，都是一些公立的比较吵的一些学校嘛。然后富人区就是完全另一套系统，就这两种阶层的人基本上你在空间上是碰不着的。你在哪一个社区基本上就决定了你每一天就是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在美国的话，就是你只要多花一点钱，对，你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干净、更安全然后更体面的一个社会。然后你不花钱的话，你就在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通道里。像我感觉现在可能很多词，我觉得我们国内很多词可能都是从美国那里传过去的，像美国的像 premium 就是高级啊， priority 也去优先插队， membership 就是会员制，这些东西我感觉都是从这个资本主义发明出来的。所以我感觉美国的这个阶级感它是特别显性的，就特别
就是露骨的可以展现到你面前，通过空间，通过这种即时体验的这种感觉直接给你。然后我想想国内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国内当然国内肯定是有阶级，并且贫富差距也很大嘛，但我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就是其实美国中国这一点挺像的，美国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像的，在这方面就是因为发展的特别快嘛，因为发展的快，所以贫富差距比较大，非常大，应该这两个国家应该是贫富差距最大的两个国家。然后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你很少会因为就是你逛超市，你坐公交，你进商场就会觉得我是哪一个阶层，就没有这种感觉。你不会像美国这样就是把不同的阶层彻底就是分割到不同的空间里。比如说我当时上学的，比如说我当时的高中，对吧，比如是一个升学高中，一般的话升学高中就会去周边的一些地区去招一些成绩特别好的贫困生嘛，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就是省会的城市的家庭又会拼命想把自己的这个孩子送到这个省重点去嘛。然后呢，哪怕你是读一个什么国际班还是艺术班，反正不管怎么样就一定要送进去。所以这样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一起上学，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在国内。然后你同一个小区，你也很有可能有白领，也有可能有赚钱赚很多的人，就是空间上没有这么被完全的割裂。中国的分层我想会发生在就是很多人生节点上，而不是那种消费场景上。就比如说我感觉中国它一方面是说比如说高考，对吧，中国高考出来以后就感觉就会给就不同的人会分一些层，就如果大家都是普通人，你考到不同的学校，你的人生轨迹会有一定的不一样，因为你去哪个学校，你接下来能够去的单位也会有一些相关性嘛。然后比如说你可能去好一点的大学或者怎么样，你更容易去一些国内比较看重的一些工作单位里，比如说公务员呀，比如说国企事业编这种，就哪怕工资不一定是最高，但是它社会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它是感觉很受广大的社会群体尊重的一个。我感觉这会不会和就是中国几千年科举的这个传统有关，就是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入仕，你要进入制度，然后你要通过这种正统的方式往上走，就哪怕今天真正的一些赚大钱的是商人或者大老板，但是其实中国的家长还是会觉得啊，你这个赚钱你不稳定啊，对吧，就进了体制才稳定才安心。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比的，就美国的人的安定感就稳定感，它就是更多来自于自己对资产的控制，你就不管你干啥你就赚钱，然后通过投资呀，然后你分散一些自己的这个风险对冲什么的，你对风险的把控就是全就是你自己私人化的一个东西。然后中国人的稳定感来自于对这个体制的这个信任，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潜意识里会觉得只要国家在体制在就总有一口我的饭吃，他不会像美国人那种，我觉得美国人没有那么信任自己的国家，就他们只信任自己。当然美国人他也真的不会帮你，对吧，你像现在有一些那个之前老 A 说的那个斩杀线，对吧，就你不行了国家真的不鸟你，就你在街上或者啥样就是没人帮你，就这种。对，然后如果对比总结下来的话，就是我觉得美国是挺空间分层的，然后国内更多的是那种社会身份的一种分层。对，不知道加拿大这边是怎么样。倒还好吧，因为加拿大这边更多的是像我前面说的，因为它首先不同人种它对应的店就已经差距很大了，所以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如果说跟国内比的话，我倒觉得可以这么说，就说你像国内也会分啊，就是你提到那些店国内的也都有啊，像现在的话山姆啊沃尔玛 Costco， 包括现在国内自己做的像盒马生鲜也都有这些店。那你说他们难道就没有区别吗？我觉得不会完全没有，对吧？不说别的，你像山姆和 Costco 这种需要交会员费才能进去的店，那像国内的环境下现在能去这种店，尤其是这几年还持续在里面购物的，那在国内环境下都会说通常来讲是属于生活偏中上水平的人会去的，只不过是说它不是像北美这么的明显，或者说是
大家的主观感受意愿里面没有说是因为我是哪个阶层的人，所以我只能去这种店，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我是说有这种感觉在这里。我觉得多多少少跟可能去超市的话，跟安全可能有一点点关系。OK， 就是说你是什么阶层的，因为美国就是一个因为纯资本主义，就是那个我花钱我就可以享受就是 benefits 的这么一个社会，对吧？那首先如果你一开始在最底层，那你就是你虽然东西便宜，但是质量不好，没有那么健康，其次那里也不安全，也很脏。那你稍微有点钱呢，你就可以去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地方，对吧？但是也不一定就是食物什么东西的不会那么精心挑选，不一定是那种优中选优的那个产品给你，然后啥的。然后有的人愿意再花点钱去享受更好的服务，就是那种你可以在生活非常多的这个里面感受到美国，就是你但凡你要加点钱，你就可以怎么样，加点钱就可以怎么样，包括你移民都是这样。明白了。你如果不交钱，你是个正常通道。它有个 premium percentage， 它什么都有个 premium， 这个 premium 这个词都是从美国这可能发明的。对，你这个倒提醒我了，我可能要修正一下我刚刚说的话。我想表达的点就在于说，我觉得国内肯定也会有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只不过他们不是赤裸裸的表现在你多给钱就能办上面，反而有很多事情是属于那种你给钱你也办不了的那种所谓的特权或者是别的隐形的方面。对，我们可以 clarify 这一点，就是在全世界的范畴，肯定是无论哪个国家，肯定是有更好的超市，然后会有资产更好的人去，然后更差的超市是穷一点的人去，这是肯定的，对吧？就是我们现在表达的是，美国他会把这个东西显象的给你表现出来，让时时刻刻的提醒你，你没钱你就只能这样。你有了钱，你就可以那样。对，你只要有钱了，还可以那样，就是他时刻就给你提醒这个。然后，因为他把享受的那一个产品做了非常清晰的那种差异化。对，这个倒是确实是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或者说欧美的这种模式，坏处就是说他什么事情他都明码标价，他会时时刻刻提醒你可能低人一等啊。有钱就高人一等，类似于资本主义啊，更宣传功利主义这一方面。但是相反的，中国的那一套它也有一定的劣势，坏处就在于，就像我们平时日常交流的时候说话，不管是说话做事还是找人帮忙还是怎么样，大家都习惯于说是说话说3分，讲事从来不讲透。所以说当你真的有什么急事需要找人需要了解的时候，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说我找人问个什么事情，我找人付个什么钱就可以立马得到回馈，立马得到反应的。至少在你当时需要找人找事情解决的当下，你是没有办法马上找到解决方案的。对，这个我赞成，就是这个隐性的这一点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方面吧。我感觉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就是首先你要干个啥事儿，需要就是一个急事比较重要的事，交钱是肯定的，对吧？但是可能国内可能稍微就是不太清楚的点，就是你知道你要交钱，但是你都不确定你交钱要交到哪一步，交到什么时候为止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好。就这一点可能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运气好交一点钱给他办了，但有时候你运气不好没找对人，你可能对，就你甚至不知道你交钱该交给谁。对，就无底洞一点的那种。怎么说呢？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比较 in general way， 就是确实这个是这两个差距，这个现象肯定是存在的，对吧？行，然后我们下一个还有什么聊的？你还觉得有什么很明确的差距吗？还是说，比如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差距就是说，在国内，毕竟你不管是说人种也好，更主要的是你的身份也好，你都是还是中国人这个状态，对吧？那肯定跟你，比如说你拿签证啊、拿绿卡呀。这方面可能会有感受上会有一些区别，我不知道这方面你有什么特别想吐槽的点没有？我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我刚来美国的前2年，那个时候当时也是来洛杉矶交换生嘛，在读大4，然后那个时候呢有我一个高中同学，他是本科就来美国读书了，
然后当时她给我说了一下她的故事，然后她是个女生嘛，她当时就是特别想融入这个美国的社会，或者说白人社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有人说，经常吐槽吧，就是甚至在贬低一些说，哎呀，你们那些就去美国的那些留学生，天天自己小团体抱着玩，然后也不融入别人，然后怎么就感觉是个贬义的，就这样说，对吧？就那个时候会说，你去都去了，为什么你不尝试融入一下别人呢？不要自己跟自己在自己的小天地巴拉巴拉的，就是那样的声音是很响的。就是我那个同学，他也是应该是受了那个时候的风气吧。所以他当时本科时候去进了一个姐妹会，就是美国的姐妹会是很吓人的， Okay. 就是不是你说咱们姐俩好那一种，就是那种我觉得有一点像是那种帮派的感觉了，就有点接近那种。然后就是他们会专门去搞一个夏令营，一个暑假。他说他描述了一下，当时他刚进去的时候还有面试，面试就是他们学校租了一个大别墅，然后里面大概有30多个人，然后在那一个上午。大家就是随机每个人2-2配对，然后聊30分钟，聊完了以后休息5分钟，再随机再匹配，然后再聊，聊完了以后打分，打分，然后分高的可以进姐妹会的下一轮孩子们，反正就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比什么拼喝酒啊，喝完了以后进去了以后，可能才会有他们姐妹会比较疯狂一点的。反正里面有一些很比较疯狂的例子，我就不举了。反正就比较美式的那一种吧。姐妹会和兄弟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国的事情。Okay. 他尝试去进这个事情，确实已经能够侧面证明他真的非常想 fit in。后来是什么呢？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我大4嘛？然后那个时候他过来跟我说，他大1、大2去姐妹会，他大3就退了。当时因为我刚到美国嘛，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说，哎，我们确实是不是应该 fit in 啊，就是跟融入一下啥的。我说，哎，你为什么退了呢？当时他就说，他说他就是感觉不舒服，长话短说就是非常不舒服。他虽然可以 handle， 他虽然可以应付，他可以过那个面试，他可以跟陌生人30分钟在那聊英语，对吧？但他就是不舒服，就是他喜欢听中文歌，他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喜欢看中国综艺。他喜欢吃中国的那种 authentic food， 就是正宗的，不是那种假的中国 food。OK， 他喜欢过中国的 holidays， 然后啥的，他会发现，那才是他觉得感觉舒适的那个地方，而不是说某某某 nobody 叫他说，哎，你应该融入谁谁谁，对吧？就是说他曾经听见那个东西，他觉得不舒服。你确实人的强大的适应力是可以让你适应很多环境的，但你还是首先你要认清自己是谁，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根，我们的那个群体记忆，我们长大的03年非典、08年奥运、10年世博会，我们长大起来看的那些什么《西游记》《红楼梦》《三国》这些东西忘不了。就是说，你想我为啥要融入？我们不用融入，就是我们根。就是他那个当时给了我还蛮大的启发，让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融入。我不知道你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感受？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如果不喜欢，没有必要强行融入。就包括我说可能不太严格啊，但是就像你说我现在换工作，或者说我又跑出来这个例子，那别人说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其实一定程度上说，也就是因为我跟我原来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融入啊。那你说难道我真的适应不了？难道我真的不会按他们那样的做法去工作去做事吗？当然也不是。但是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女生说的那个例子，对吧？在这方面我就是不喜欢。就像有些人说你能不能吃辣，或者说你吃豆花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并不是说你真的只能吃甜的或者是咸的，但是因为你从小的那个记忆，你习惯了吃某一种味道，你就会不太接受得了另外一种口味。除了这个刚才说的女生的这一点，然后让我突然就想起了在美国的另一个种群，就是黑人种群。黑人种群是一个很神奇的种群，我对他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说？就是说我很喜欢他的文化，比如说音乐和体育，对吧？Of course， 就是黑人的音乐和体育文化现在甚至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甚至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是黑人文化。然后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黑人，有钱的黑人，成功的黑人，他们手上戴金戒指，牙齿全是镶金那种，
他们还是经常会在 social media 每天日复一日的说 I know where I'm come from, I know I'm from the hood， 我知道我来自贫民区，我知道我来自暴力家庭，我知道我家里有多乱，甚至有些女 rapper 说我以前当过妓女，比如说 Cardi B， 对吧？等等等等，就他们的这套黑人文化，他们确实 minority， 就他们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少数群体，对吧？他们也是个 minority， 被压迫的那一种，但他们就是骨子里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这个根是非常认可的，他们可能也想尝试融入吧，甚至其实他们很多黑人成功人士也想融入，也可以融入了其实，但他们选择不融入，就是他们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我可以借鉴的一个部分，甚至我老婆她当时看到了一个 Twitter 上的 post， 就是说大家在给美国的一些各种种族人做一个问卷调查 OK， 就是说假如说现在你可以随便成为你想象的任意一个种群，你想成为哪一个种群，绝大多数的非黑人种族都会选择想当白人，只有黑人以非常高 percentage 的百分比想继续当黑人，就这是个很 interesting 一点，就是在美国的黑人是经历过苦难的，对吧？当然欧洲黑人也经历过苦难，就是说他们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自己可以借鉴，也可以给我自己的一些思乡之情，或者是我的根给我一个就是 reference 吧，所以说这是我对他们感情复杂的一点，虽然现在流浪汉是他们，暴力也是他们，就是零元购也是他们，对吧？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音乐是他们，体育也是他们，很多图腾是他们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和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是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理解，我觉得这也是我尊重他们的地方，所以我对他们这个种族有一些很复杂的感情。OK， 对他们这一点，尤其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这一点，我觉得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可能更需要在意一点吧，国内的相对可能好一点，但是国外的确实很多华人会在这方面会很迷茫，这一点确实是。对，是的，就是因为海外华人分两种嘛，一个是就是像我这种过去留学，对吧？还有一种是那种从小到大真的长大的那种。然后我这种可能还算好一点，就是我在国内长大的，我是读过国内的所有的那种义务教育的那些书，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民族的这些东西感觉到自豪的。在海外生长的那些华人，他们有的时候从小到大接受的，因为华人群体总的来说还是有稍微偏精英一点的群体，家里哪怕你父母再穷，他也会就是给你最好的，就是华人家长就是这样，所以你基本上从小长大就是基本上跟那种白人小孩长大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你中文又不好，对吧？你写或者你哪怕会说，你也不会写。很多时候你是真的会很 confused 的，就是对你自己的根和你的文化就没有办法像黑人那样就是确切的真心实意的他能看得到的。我现在看的那些 NBA 的就是球星啊 idol 啊，或者橄榄球球星或者那些文化上，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显性的知道自己的文化。其实在国外的华人有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处境虽然经常被喷吧，但是我也得跟他们稍微站出去帮他们说几句话，他们处境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甚至很差了，我感觉。您说到这儿可能有点跑题了，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补充？这方面我倒觉得也可能跟国内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吧。我相信可能就目前这个状况，至少你像看现在这一代的整个环境也好，或者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好，相比于5年前10年前出来的老华侨应该还是整体上要好不少的，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吧。希望如此。行，我们这一期好像要聊的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提供一些信息吧，听个乐。OK 那没有别的话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聊这了，好，拜拜。